大哥，很晚了，你也累了一天，早点休息，我回去了。跟大哥商量好后，战远准备回家。战印说到这么晚了，要不就留在这里过一夜，我这里又不是没有地方住。战远婉拒了，我回去也不远。大哥这里有房间，但我没有换洗的衣服，我还有点认床，换了地方，他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新的住房环境。认床的人换了地方，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弟弟的私人别墅也不算远，弟弟又说认床没有换洗衣服，战印便没有再挽留他，只叮嘱他路上开车慢一点，到家后发条信息过来报平安就行。大哥晚安啊。战印没有起身相送，那等战远走后，战印再喝了半杯水，就又重新闻了闻身上的气味，还是能闻到酒味，就怕熏着他的老婆，也怕自己此刻回房里会吵醒海童。战印决定还是在书房里将就一晚吧。他上了2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门口，并没有推门而入，只是在门口静默了片刻，便扭身进了书房。海童睡到半夜要起来上洗手间，那睡前喝了一杯牛奶，他半夜就要起夜。从洗手间出来呢，他清醒了很多，这才发现他家男人还没有回来，走回到床前坐下，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看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多。战印还没有回来吗？也没有发信息给他，告诉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打电话给战印，好一会儿，战印才接听电话。老公，你还没有回来吗？海童关心地问道。事情那么棘手，他以前在忙，凌晨都会归家，现在都凌晨3点多了。哎呀，还不回来，那说明事情很难办，也很重要，否则啊，他不会这么晚都不回来。婚后，特别是培养出感情好，他回家的时间是越来越早，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准时到家陪伴他。彤彤，我在书房里睡，昨晚喝了点酒，酒味大，我怕熏着你，回来时夜色太深，你早已睡下，我也怕我吵醒你，就在书房里睡了。海童就没有再说什么，挂了电话，人随即起身往外面走去。很快他便出现在书房里。老婆，战印猜到他要过来，正想出去的，海童不说话，一把搂住他，在他身上闻了闻后，松开了他，仰头问他醉了吗？战印又把他搂回来，低声答道没醉，只喝了一杯，不过酒性烈，一杯酒下肚，酒劲上头，怕会忍不住。说着，他就温柔地在他的唇上亲了亲，大手又附上他的小腹，眼底一片温柔。这小家伙什么时候出来？我难熬得很，娶我之前你不也熬了那么长时间吗？战印低笑，那时候没有尝过滋味，不知道有多销魂，尝过了还要当和尚，那才难熬。海童脸红红的，其实小心点是可以的。是他紧张呀，担心会伤到宝宝，宁愿继续当和尚，也不敢碰他一下。顶多就是发狠的搂抱他，然后抵死的与他唇舌纠缠。就在恶狠狠地说，等宝宝出生后，他要休假3天，连本带利讨回来。酒味也不大，那我睡着的时候，打雷了都不会醒，不用委屈的在书房里过夜的。海童拉起他附在他小腹处的大手，说我洗过了澡，也喝了2杯温开水，吃过2片口香糖，去了些许酒味。顿了顿，战印补充一句，老六说我身上酒味大。海童小声吐槽了小叔子几句。战远，他说的是大实话呀，大哥只要开口说话就能闻到酒味，酒味浓得很。再者，大哥自己也说有酒味，怕熏着大嫂的。老六等你有等到吗？海童问了句。战印嗯着，他说他要去 X 省的 A 市，欧阳家招厨师，他要去应聘。彤彤奶奶给老六挑中的。
就是欧阳家的大小姐欧阳雅。我知道妈一跟我说这件事，那我就猜到是奶奶给老六挑好了人。战义笑，我老婆就是聪明，我向来不笨呀。那是我老婆一向都很聪明，那要是笨笨的，她还看不上呢。就奶奶给他们挑的人都挺远的，也就她和宁云初是管城人吧。战义想了想，说到这么说来，奶奶还是最疼我和老二的，给我们挑的都是管城人。说着呢，又在海童的唇上吧唧几下。哎，真想把爱妻带上床去，就为了宝宝，他又极力忍住。哎，老四老五的是哪里人呀？不知道，他们又没有跟我说，反正不是管城人。没看到他们俩最近都不在管城。战印拥着老婆往外走，他送老婆回到房间，温声说道：“彤彤啊，离天亮还早着，你再睡会儿。他们的事他们会处理好，不开口向咱们求助，咱们就当不知道，等着他们带齐回来，叫我们大哥大嫂。”海童笑道：“我又不操心他们，有奶奶操心，我才不操那个心呢。抢了奶奶的事情做，奶奶闲得无聊时，他老人家的孙子们就不好过了。就老人家很喜欢整治孙子们，老人家的孙子也包括了战印。海童哪舍得让奶奶整战印啊？没看到这长辈们都不抢奶奶的活干吗？由着老人家折腾，他们坐等着儿媳妇进门就行。除了几个小的，其他人将来要用到的彩礼，他们的父母呢早就准备好的。只等儿子说可以去向别人家的白菜提亲了，他们就能陪着儿子带着丰厚的彩礼，浩浩荡荡的向女方下聘，就是由奶奶操心，让奶奶操心去。战义拥着妻子进入卧室，夫妻俩双双在床上坐下哈，你继续睡吧，我回书房里。海童看他，战印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句话：“海童，其实啊，小心点没事的。这个孩子是我们盼了1年才盼来的，我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我就是喝了点酒，容易冲动。哎，不过咱们分房睡，没事的呀。”说着，他在海童的腮边亲了一下，又轻咬一下他的耳垂，惹得他身体轻颤。海童推开他，好笑的到又怕冲动，又要撩我，以为他不会起火的吗？战印愣了愣，随即低低的笑，伸手轻摸着他的脸：“老婆，哎，再等几个月就可以了呀。”海童拿开他的手，然后拉着他起身，推他到房门口：“去书房睡你的吧，免得大家都难受。晚安。”海童对丈夫说了句，便关上了房门。战印站在房门口，虽说是他提出他睡书房的，但是被老婆推出来，又看着老婆关上了房门，就他有一种他是被老婆赶出来的感觉。摸了摸鼻子后，战大少爷只得转身往书房而回。一夜再无话。隔天战印起来的时候，他的老婆大人早就起了，还给他准备了一杯蜂蜜水。老公早。海童已经侍候外甥吃完了早餐，他拎着洋洋的小书包，牵着洋洋从餐厅里出来，就看到了刚下楼的战印。甜甜的打过招呼后，他说道：“老公，我给你准备了一杯蜂蜜水，你记得喝了。”虽说他昨晚没有醉，他说喝的是烈酒啊。担心他今早起来会头痛，那他就体贴的给他准备了蜂蜜水。战印能娶到他这么体贴的老婆，是他三生有幸。海童自夸一番啊。好，我一会儿就喝。彤彤，你这么早就起来了？以往都是他先起床。洋洋醒得早。姨丈。洋洋脆声的叫了战印一声。战印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头，说道：“在幼儿园里要听话哦。”洋洋答道：“我很听话的。我非常听话，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是，人人都喜欢你。”战印笑着又轻捏一下小家伙的脸。洋洋自信又自恋的道：“那是，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是管城最靓的仔。
海童失笑地轻点一下外甥的头，跟你九叔学的吧？战九少就经常把管成最靓的仔挂在嘴边，洋洋又喜欢跟战九少玩，不就学了来吗？洋洋嘻嘻的笑，不接话，默认了。爸妈还没有起来，等会儿他们起来了，跟他们说一声，我中午不回来吃饭，让他们不用等我呀。海童送了外甥去上学，就要回公司，中午不是陪着丈夫一起去管城大酒店吃饭，就是请客户，他也很忙的呀。战印深深地看着妻子，温沉的道，让司机开车小心点啊，我自己开车，那更要小心了。海童笑道，放心吧，我会很小心的，我车技好得很呀。老公，我先送洋洋上幼儿园。洋洋跟姨丈说再见，洋洋朝战印挥了挥手，说了声再见，便跟着小姨出去。海童边走边将小书包递给洋洋，洋洋接过了，就很自然地往后背去。书包很轻，里面就放了一本书、一套衣服以及一条汗巾。洋洋背着完全没有压力。战印站在原地，目送着爱妻牵着洋洋出去。负责保护海童的2名保镖在外面等着呢。大少奶奶，2名保镖看到海童出来，恭敬地问好。海童回以微笑，他常用的那辆车已经停放在屋门口了。保镖帮洋洋拉开了车门，扶着他上车，又帮他系好了安全带。海童上车后就先换下高跟鞋，穿上平底鞋。洋洋，系好安全带了吗？海童扭头问了句。叔叔帮洋洋系好安全带了，小姨可以开车了。海童笑笑，转过头去，很快呢便把车开动。20分钟后，2辆车停在了幼儿园门口的停车场上。海童下车，洋洋已经自己解开了安全带，背起了小书包。小姨拉开车门，他边下车边叮嘱着小姨，小姨，下午陆叔叔来接我的时候，你记得让陆叔叔帮我带上我的行李箱，不先回家吗？海童笑着逗他，要不先回家吃饱了再出发。洋洋闪烁着大眼睛，想了想后说道，陆叔叔不会饿着我的，跟着陆叔叔什么都不用怕。陆东明在洋洋的心里已经成了爸爸，爸爸在孩子的眼里就是参天大树，有爸爸在，什么都不用怕。海童笑，小家伙能够100%信任陆东明也是好事吧。等陆东明和海玲结了婚，一家3口能相处融洽。离婚带着孩子再嫁的女人，最怕的就是二婚丈夫以及婆家无法接受孩子，或者勉强接受了孩子，但对孩子不好。陆东明以及陆家对洋洋的态度，才是让海玲下定决心接受陆东明的感情。陆家甚至做好了陆东明这辈子只会有洋洋这个孩子的打算。洋洋不是陆东明亲生的，人家亲爸还会经常来看望，但洋洋在陆东明身边长大，也能培养出深厚的父子之情。当然，婚后海玲若是愿意为陆东明生个娃，不论男女，陆家都会很欢喜的，至少他们的儿子呢，能有个血脉相连的孩子吧。就这些话，陆家人没有说出来，怕海玲听了不开心，反而影响了他和陆东明的感情。经历过陆东明出车祸，现在都还没有重新站起来的事情后，陆家人对2个人的感情都是小心翼翼的，最怕海玲心里有疙瘩，不愿意嫁给陆东明。海童牵着洋洋往前走，没走多远，迎面遇到了龙太太。宁思琪是提前在幼儿园门口等着海童的，总要经常偶遇，见的次数多了，熟悉了，才能慢慢成为朋友嘛。宁思琪先冲着海童点头微笑，并停了下来。龙太太，你送你小姑子啦？宁思琪笑着说道，她要我送，我就早早起来送她过来了。他低头看向洋洋，洋洋礼貌地向他问好，老板娘，你外甥好可爱啊。宁思琪夸赞着洋洋，海童也看着外甥，小朋友都很可爱，他还没有见过龙太太的小姑子，
龙太太，我先送我外甥进去。宁思琪笑着，好的。海童拉着洋洋从宁思琪的身边走过，闻到浓浓的香水味。海童平时不怎么用香水，不过各大名牌的香水他都有，也闻过了那几个名牌香水的味道，分得出宁思琪身上的香水是其中一个大名牌最近新上市的一款香水啊，价钱不便宜。以现在的宁思琪境况来看，他是用不起那么贵的香水。宁思琪的生活费被宁云初压得死死的，让他饿不死，不会让他大手大脚的，想多花点钱自己挣去吧。海童心里想着，这个龙太太应该不是宁思琪吧，只是身形和声音像宁思琪，不过还没有见过龙太太和宁思琪同时在场，对龙太太的怀疑还是有的，除非让他见到2个女人同时出现，那么就可以排除龙太太是宁思琪假扮的了。宁思琪并没有在原处等着海童，2个人现在是偶遇，他要是在那里等着海童，就显得太刻意了，容易引起怀疑啊。龙先生告诉他，海童让人在查他呢。当然啦，查不到有用的东西。海童也怀疑她就是宁家的2小姐。宁思琪想起见到了她最恨的大姐，大姐对她的声音很熟悉，应该是宁云初告诉海童，海童才查她的。还好龙先生是有点本事吧，让海童什么都查不到，能查到的都是龙先生给他制造的假资料。要知道海童和沈小军是好闺蜜，就沈小军是苏家的少奶奶，苏家信息网强大，海童要调查一个人，肯定会有苏家的力量，都没有查到可以揭穿她是宁2小姐的证据，这让宁思琪的心定了很多。见到海童时，她表现的也越来越自然了，仿佛啊，她真的是龙太太，不是宁思琪，跟海童没有任何过节似的。龙先生还说明天晚上有个宴会，让他带着2名保镖去参加，以龙太太的身份出现。出席宴会的都是管城上流社会的贵太太们啊。战家的2太太明晚就会出席宴会，2太太呢还会带着儿媳妇宁云出去。就宁云初这个宁家大小姐，从她接管了宁家的一切后，就在管城上流社会挂了号，后来成了战家的2少奶奶，就更是名人了。但她鲜少会出席宴会啊、应酬什么的，因为她之前是个瞎子，不方便。战家没有嫌弃她是个瞎子，接受了她和战一晨的婚事，但带一个瞎子出席宴会很不方便，不论是战家的太太们还是战一晨，都没有带宁云初出席过宴会，也是宁云初拒绝。如今宁云初重见光明了，虽说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至少能看得见眼前的一切了。身为宁家的当家人，又是战家的2少奶奶，以后总要交际的。2太太明晚带着她出席宴会，不用说，谁都知道战家的意思。一是让大家知道宁云初在婆家也是很受宠的，婆媳关系和睦；二是带着宁云初融入上流社会里。虽说宁云初是宁家的大小姐，但在过去20几年里，她这个大小姐连佣人都不如，大家只知道宁2小姐，那宁云初结交到的朋友实在太少了。以后她在商界行走，也要跟很多老总们打交道，总是要交际的。亲爸早死，亲妈坐牢，没有父母带着无妨，人家婆家愿意带着她玩，就婆家把她当成女儿来宠。战家人向来护短嘛，从唐君业维护儿媳妇，把打电话向他告状的太太骂了个狗血淋头后，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就甭管战家的少奶奶是什么出身，敬着就是。千万别舌头太长啊，跑去说人家的儿媳妇怎么样怎么样，小心被人大耳光抽过来。小姨，再见了。海童将洋洋交给了老师，老师牵着洋洋往里走，洋洋边走边扭头向海童挥手说再见。
小姨记得我的行李箱啊。小家伙怕死小姨上班太忙，忘记把他的行李箱交给陆叔叔了。陆东明下午来幼儿园接他放学，然后爷俩就直接坐飞机飞往江城了，所以他的行李箱要提前交给陆东明。海童笑着应道知道了。等洋洋被老师带得走远了，海童才转身往他停车的方向走去。他也看到了刚好上车的龙太太，依旧有2名保镖跟着龙太太，一名保镖帮龙太太拉开了车门，神情恭敬得很。龙太太偏头看向窗外，看到了海童，她笑着朝海童挥挥手。出于礼貌，海童也挥了挥手。很快，载着宁思琪的那辆豪车开走了。海童敛回了视线，拿出手机发语音信息给宁云初。云初，我又看到龙太太了，那你那个妹妹有没有找你的麻烦？宁云初还没有出门。她上午要开个视频会议，那便不回花店。那公司里还有些事情需要她电话沟通的。总之，她很忙。那傍晚则是跟着丈夫一起回悠悠山庄。又周末了，周末她一般不办公，有什么急事，莫大哥都会处理。那花店里又有员工看着，她乐得清闲，可以和丈夫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明天晚上则是跟着婆婆参加宴会，现在没有，不知道等会儿会不会过来。宁云初回应了海童，我总觉得你说的那个龙太太很像宁思琪。哇，那声音太像了。就是宁思琪没有男朋友，现在的她也没有能力请保镖，用豪车，就她自己那辆车我是认得的。宁云初深思的道，下次遇到了龙太太，我打电话给宁思琪，把她叫到现场去，是不是一个人一试便知？你这个法子不错啊，别怪妯娌俩多心。实在是宁思琪再怎么装，怎么变，她的身形以及声音还没有变。宁云初跟她做姐妹20多年，她以前又经常欺负宁云初，宁云初对她的声音熟的不能再熟，再加上宁思琪最恨的2个女人就是海童妯娌俩了，他们不得不怀疑宁思琪会改头换面来接近他们，然后实施大阴谋。你还在家里啊？海童问了句。今天我不回花店，公司里事情多啊。要处理一下，还要开个视频会议啊。本来他想去公司一趟的，不过他每次过去都会在公司里待上几天。考虑到这个周末要陪着婆婆应酬交际，他呢便取消了这个行程，就下周再回公司了。你这么早就回公司了吗？宁云初笑道，大哥舍得让你这么早出门。海童也笑，我送洋洋上幼儿园，战印昨晚很晚才回来，又喝了点酒，今天起来得晚，我就先出门了。他又不管我做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战印是说到做到啊，不会要求他在家里当个大少奶奶，依旧尊重他的任何决定，也不限制他的自由。他想做啥都可以，他永远无条件的支持他。哇，德夫如此，他3生有幸。宁云初回复他，我吃狗粮都吃饱了。海童嘴角的笑脸都敛不起来，回了宁云初一句，老二对你的宠爱也不少，他们都是泡在蜜缸里的人。宁云初在忙，海童呢便没有再发信息过去。他走回到自己的车子前，正准备上车，就听到了有人叫喊他。他扭头看到周红林，海童。周红林走过来，见到只有他自己，问道，你送洋洋进去了？对啊，你想见洋洋？周红林笑了笑，说道，我拉一个客路过这里，便想来看看洋洋，以为你们还没有过来，没想到你们这么早。洋洋很好。海童对这个前姐夫态度淡淡的。周红林又笑了笑，说道，我知道洋洋很好，洋洋交给你照顾，我和你姐都很放心的。听洋洋说，
你姐出差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有事？也没什么事，就是随口问问。周红林沉默了一下后，又问你姐真的要很长时间才回来？说不准。哦，周红林明显有着失望。海童淡冷地道，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哦，好。周红林欲言又止的，不过最终是没有说出来，站在原地看着海童上了车，看着海童开车离去。等到海童的车子看不见了，他才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子。他没有再进公司上班，主要是也找不到合适的。他在管城也算出名了，不过出的是丑名，都是些负面新闻。也有很多人喜欢拿他来说现实报，说他就是现实报最好的例子，背叛家庭，出了轨，离了婚，结果错失与第一豪门当亲戚的机会，娶了小三，却双双丢了工作。小三还犯了罪，更是拿刀捅了他，害得他差点丢掉性命。多少女人都在说他怎么没死呢？像他这种渣男就该死，死在所谓的真爱小三手里，那才大快人心呢。这是渣男的下场，找不到工作，存款也花了个精光啊。为了生活，他只能继续开滴滴车，挣点生活费。比以前上班累多了，收入却比以前少了几倍。没有钱就算了吧，还妻离子散。周红林也不敢闲下来，只要一闲下来，他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然后就悔不当初。父母姐姐都说他，可是呢，当年他们不也和他一起欺负海玲吗？海玲不仅仅是对他失望，也是对他家所有人失望。他们劝他和叶佳妮离婚，重新追回海玲，无非是见到海玲能赚钱了。知道海童嫁入了第一豪门，海玲减肥成功，恢复了以前的容颜，漂亮自信。他向海玲承诺过的，他不会再去打扰海玲的生活。他们之间也就有个儿子牵扯着了。那洋洋也离他越来越远，洋洋更喜欢陆东明。想到陆东明和海玲，周红林心里还是酸酸的。他嫌弃的女人，被其他男人当成了宝。当他想走回头路时，已经没有了路。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那转眼间呢，便到了下午。海童的车子停在了陆氏集团门口，等着陆东明出来。陆东明没有让他久等，不到2分钟时间就坐着车出来了。海童，陆东明按下了车窗，笑道：“洋洋的行李箱你交给我就行了。”海童说道：“我总要送你们上飞机的。东明哥，洋洋的东西都在我车上了，快下课了，先去幼儿园吧。”好。陆东明答了之后又问他阿印没过来，我没跟他说，他也很忙。陆东明点点头，好友的确很忙。海童先开车，陆东明的车子随后。就到了幼儿园，竟然又遇到了宁思琪。宁思琪这是每天都在幼儿园门口制造偶遇的机会。老板娘，你又来接你外甥吗？宁思琪含笑问着走过来的海童。看到与海童一起的陆东明，宁思琪美眸闪烁，要不是海童已经近前，他都想拍下海童和陆东明一起的相片。战印宠妻成狂，那他知道他的老婆和他的好兄弟走在一起吗？龙太太也来接你的小姑子。是呀，只要上学期间，每天都是我接送。明天周末了，可以休息2天哦。也不能休息，小家伙要我带他去儿童游乐场呢。我公婆虽然休息在家，不过他们就算休息，也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谈不完的生意，要去请客户吃饭，或者陪客户打高尔夫球什么的，忙得很。宁思琪撒谎撒得越来越自然，这说谎说得多了，他都当成真的了，好像他真的是龙家的太太一样。他真有小姑子和小叔子一样，小姑子也不跟我公婆，天天都黏着我，我都觉得我公婆生的女儿是为我生似的。我这个长嫂呀，真的入母了。宁思琪叹着气。海童笑笑，长嫂入母嘛，
海童跟门口的老师说要接洋洋，老师呢便往里面传话了。他在等着洋洋出来。宁思琪站在海童的身边，视线却看着坐在轮椅上由保镖推着的陆东明身上。老板娘，这位是不是陆家的四少爷啊？我远远的见过几面，有点印象。宁思琪对陆东明的印象的确不深，就平时他连见都很少见得到这些优秀的男人，偶尔能在宴会上遇到，也是远远的看上几眼。海童淡淡的嗯了一声啊。宁思琪见海童淡淡的识趣的没有再问下去，心里却哼哼的。对了，海童有个亲姐姐叫海玲，好像就和陆家四少爷有一腿。宁思琪记起来了，心里失望至极。还以为抓到海童出轨的证据呢。是他想多了。陆东明和海玲的事在管城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主要是海玲是个离婚女人，还带着个儿子。陆东明虽说是个大龄青年，但人家是豪门阔少呀，就算脸上有条刀疤挺吓人的，有身份有地位又有钱的，只要他肯娶，多的是女孩子想嫁给他。他却喜欢了海玲这个离婚女人。那陆东明现在坐着轮椅，与海玲也脱不了关系。陆家长辈不同意两人在一起，想阻拦陆东明去找海玲。陆东明飙车才会出的车祸，残了双腿。宁思琪在心里骂海童姐妹俩都是妖精，轻易就勾走了男人的心啊。小姨，陆叔叔，洋洋出来了。他远远地看到海童和陆东明，立即挣脱了老师的手，背着小书包跑得飞快。老师吓了一跳，赶紧加快脚步追着他出来。洋洋，别跑那么快，小心摔着哈。海童上前几步叫喊着，眨眼间洋洋已经跑出来，跑到了海童的跟前。海童蹲下身去抱了他一下，他呢很快就挣扎着下地。小姨肚里有小弟弟，小弟弟长大了，小姨抱我，我会压到小弟弟的。洋洋有时候也会摸一下小姨的肚子，跟小姨肚子里的小弟弟打招呼呀，还会问小弟弟怎么不是小妹妹呢？可惜啊，小弟弟还不会回应他。小姨告诉他，再过1个月，他跟小弟弟打招呼，小弟弟就会动几下的了。那时候胎动就明显了。海童笑道，没事，洋洋不重，压不到小弟弟的。就算他身怀6甲，抱一下洋洋也不会压到孩子的，是大家担心洋洋乱动，不小心踢到他的肚子，尽量不让他抱洋洋。洋洋也懂事，妈妈跟他说过，不要再让小姨抱他，他就记住了。刚才主要是太高兴了，一下子没忍住，被小姨抱了一下。陆叔叔，洋洋欢快地跳到了陆东明的跟前，不客气地爬上了陆东明的大腿，两手一搂，搂抱住陆东明的脖子，甜甜地叫着陆叔叔，我想死你了。陆东明笑道，陆叔叔也想洋洋。他搂抱着这个小家伙，心软得一塌糊涂。昨天没有看到陆叔叔，姨丈说的一日不见如隔，如隔。洋洋一下子想不起来姨丈说的那句话，后面半句是什么了？陆东明笑着接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就是这句话。陆叔叔，我一日不见你就如隔三秋。陆东明笑咧了嘴。海童站在一旁，含笑看着这一大一小，比亲父子都要亲热。那不知情的人绝对会以为是父子俩。宁思琪还没有离开，他压根儿就不会有小姑子，站在这里不过是装模作样。他听着洋洋说海童肚里的是小弟弟，心里急恨得要命。哇，海童也太好命了点儿吧，竟然怀孕了。天气有点冷，海童穿着厚外套呢，没经验的人都看不出她怀孕了。就洋洋和陆东明那般亲近，宁思琪也撇了撇嘴。海家姐妹俩呢都有本事，一个牢牢地拴住了战印的心，一个母子俩齐上阵，牢牢地把住了陆东明。
陆东明是8辈子没有见过女人吗？多少年轻漂亮的未婚姑娘，他不要，偏要海玲这个离婚女人。他记得海玲胖乎乎的，就很难看的。哎，听说现在瘦了很多，显得漂亮多了。但陆东明早就爱上了海玲，也就是说，海玲还胖乎乎时，陆东明对海玲呢便有了好感。难道陆东明是喜欢胖胖的女人，抱起来多肉吗？小姨，我的行李箱带来了吗？洋洋扭头问着海童。海童笑道：带上了，放心吧，不会让你再跑一趟的。你陆叔叔为了节省时间，跟着过来接你放学。走吧，你妈妈在江城等着你们俩了。洋洋欢喜地对陆东明说道：陆叔叔，那咱们快走，别让我妈妈久等。陆东明抱着他，让他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笑着应好，我们现在就出发。他示意保镖推着他走。私人飞机不宜停在幼儿园门口，他还要带着洋洋去机场呢。洋洋饿吗？陆东明问着。在幼儿园里吃了点心呀。午休起来，幼儿园会为小朋友们点心。洋洋知道要出远门，吃了不少的点心，现在小肚子饱饱的，一点都不饿。陆东明笑，要是饿了，在车上或者飞机上吃点东西。我们不吃饭了，过去再和你妈妈一起吃饭。好，那陆东明准备了很多吃的喝的，免得饿着洋洋。海童也给2人准备了吃的喝的，他先去他的车子上拿下了外甥的小行李箱，拉过去给了保镖。海童，洋洋坐我的车，你不用再送我们去机场了。陆东明说道，这一来一回的呢，也费时间，有我带着洋洋，你放心，我保证洋洋不会掉一根头发。海童笑道，我不担心。那行，你们俩自己去机场吧，我就不送了。洋洋去到了，见着妈妈后记得给小姨发信息哦，记得想小姨哦。洋洋向海童挥着手说再见。我会想小姨的，还有一仗，就还有君姨，我表姨他们。陆东明打趣得到洋洋，那么多人，你想得过来吗？众人都笑起来。洋洋认真的道，我一天能想很多人的，想得过来。洋洋，周红林的声音忽然传来，众人望过去啊，看到周红林手上拿着一根糖葫芦走过来，他应该是刚到。本要上车的洋洋见到亲爸来了，暂停上车，并从陆东明的大腿上滑落。爸爸不喜欢看到他坐在陆叔叔的大腿上。爸爸说那陆叔叔对他的好不是真的好，不过是想讨好他妈妈而已。才不是呢，爸爸骗人。那陆叔叔对他是真的好，他已经不是3岁的小孩子，那他都3岁多了，爸爸骗不了他。不过呢，爸爸不喜欢他和陆叔叔太过于亲热，当着爸爸的面，洋洋就不坐在陆叔叔的大腿上了，免得爸爸又说陆叔叔的坏话。等周红林进前了，洋洋才叫了一声爸爸。周红林响亮地应了儿子一声，并看了陆东明一眼，好像在说陆东明对洋洋再好，洋洋都是他周红林的儿子。周红林将那根糖葫芦递给儿子，说道，洋洋，爸爸给你买了冰糖葫芦，洋洋不爱吃这东西，不过爸爸买给他的。他还是伸手接过来，并向周红林道谢。那周红林这才和海童还有陆东明打招呼。打过招呼后呢，他对海童说道，海童，这个星期我想接洋洋去我那里住2天，我爸妈都想孙子了。不等海童答话，洋洋就拒绝了。他说道，爸爸，我要跟着陆叔叔去找我妈妈，我不去你那里住。他要去找妈妈。爸爸那个家，他是在那里生活过2年，但后来重新装修，已经完全不一样了。